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重庆的大山里面。我们以前在湖北还有湖南看到了很多崖居，就是有一些人家呀住在这样悬崖绝壁中间或者底部的山洞里面。很多人家呢可能一住就是几十年，有一些可能住了几百年的都有。那么其实这些崖居啊，在云贵川也有很多。刚好今天我们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，发现在这个旁边也有一副崖居。现在呢，去看看他们为什么会住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看这个绝壁，从顶部到下面，可能有200-300米。谁能想到，在这样绝壁下面的山洞里面，居然还有人家在此居住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山谷，崖居就在那里。现在好像在修路，我们得从这个上面走到这个下谷，然后才能进去。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那户人家的房屋完全是镶嵌在石壁上面的。我们一般说房屋是有4个面嘛，它这里其实可能就一个正前方，那左右跟后面基本上就是靠着山体了，完全算是节省了材料。大家看看这个山里有多冷，全部结冰了，这上面滴着水。这里有一根管道，那么很有可能那个崖居里面的人喝的水呀，就是从这里引过去的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山谷，那里应该是没有水源的，可能以前就是自己挖个洞，然后从旁边的山上接了根管子下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山谷里面了，一户人家已经硬化了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旁边这里是在搞建设，因为这个属于在山谷当中。那应该要修一条水渠，特别是雨季的时候，雨水很大，那这个水渠的作用就比较大了。这里是重庆的一个小山村，我们刚刚是从那个山顶下来的。这里怎么要修水渠呢？它夏天雨很大吗？相当的大。他说下了雨，那个山里面钻水出来，这个满地都是。这个崖居已经到了，在那墙壁上的颜色跟旁边都不一样，这是因为它里面经常做饭，有烟熏的。很多崖居都会是这个样子的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大太阳，前方就是这个崖居。我不得不佩服我们国家呀！你看，一户人家也通电了，水泥杆到了家门口。我走了很多这种山区啊，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，这个电就能通到。这个房屋很有特色啊，应该说是实木结构的。它底下是用石头做地基，石头做台阶，上面呢就是那个用木头建造的，也是榫卯结构。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房屋，它是5层，然后以石头做地基，从下面走上去。我看了一下，里面还有台阶，那么应该这个下面是放东西的，上面才是卧室和吃饭的。在这个中间呢，好像还有个阳台一样。我们经常在很多大城市说空中餐厅，它这里应该也是餐厅。我看到有人在那里吃饭。它这个房屋刚才也说了，它背面跟两面是以墙壁作为面的，但是我有一点看错了，这边还是有木板的，只是说后面跟右边没有。那这些树木明显的看得出来不是自然生长的，应该是这个主人在这里栽种的，因为附近没有这样的树木。这个台阶的石头巨不巨大，肯定是他们主人家自己经过长时间的把它弄成这个样子。它这个下面很高啊，大概有3米，走进去看一下。那这里面就是放杂物的了，在旁边还能看到很多木材，那应该是这一家人做饭是用柴火的，柴火灶煮出来的饭和炒的菜都更好吃一点。现在走上去，我们刚刚下面看到是1楼，然后看看2楼是什么。哦，这里还写了一个岩居，岩石上面的居住。到了里面就基本是木头搭建的了。我们现在是站在2楼，这里空间不大，它是根据山体建造的，
可能上面就大一点。重庆的房屋大部分是这样的，都是依据山体建造。上面就是第4层了，应该就是客厅。第3层呢，应该属于他的卧室吧。就这边我们就不去人家里面看了。来到第4楼，这个地方就大了，应该是属于吃饭的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通道。4楼、3楼、2楼、1楼，3楼是卧室。总共他们是8个房间。因为这种山体建筑的房屋啊，房间不会太多，因为它是根据山体结构来建造的，并且呢，他们4楼、5楼基本上都是那个平台性的，这个石头也是一层一层的。这个在很多地方看到那种大山，有点像压板一样盖在上面。往这边走走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客厅，也是会客厅。哎呀，你好！啊，好好，你们是主人是吧？哦。是哪里啊？我过来玩的。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也住了30倍人了。有100年没有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死的人都有30多岁了。哦。30岁。当时你的是爷爷辈是吧？是啊。他怎么想到在这里建房子住着？那我也找不到。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反正就是你从小就是在这里，包括你的小孩也是在这里。哦，这个房屋都是你们建的吗？你参与建了没有？是我参与建的了。啊，有多少年了这个房屋？这房屋有快了90年了。哦，这么久啊？那也比较珍贵了。为什么没想到搬出去是？没钱了，生穷的。也不能这么说呀。搬不出家。晚上住在这里害怕不？那怕什么啊？也不怕，习惯了啊。你像你们建的这个房屋，是90多年一开始就建成这个样子，还是后面慢慢的加高加宽搞的？我们爷爷那辈同我们老汉那辈出生地门点儿，这里外面那点儿是，这最近才配过来，配些有30-40年了。哦，就是慢慢的进行加宽加高加大。快了40年。这个房屋夏天会不会热？不热啊。就是冬暖夏凉。这附近就你这样一户人家，没有其他人住在这样山洞里面吧？人家没家。就你一家。阿姨，夏天这里要空调不？我们夏天不要空调。这边是厨房是吧？哇，这个厨房好，土灶。好久没看到这种土灶了。这个土灶也年数很久吧？有30多年了。你们之前还养了猪吗？我们养的猪。养了很多是吧？有7、8多。哦，那可以。过年马上要开始弄了，也自己熏腊肉。哇，这个玉米梗是可以做柴火是吧？是。还第一次见。那你也弄了好多啊，又种玉米。在农村不勤快些呢，搬嘛有。对。搬庄稼。养猪，养牛，养羊。他们外面干工地的也是在你这里吃饭。是。这个在旁边就有个栈道了，我们刚刚从下面就看到了，有围栏，他们晒了很多玉米在这里。他这里玉米好多啊，遍地都是，主要是用来养猪的。种油菜。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忙啊。是吧？不忙不行喽。这位叔现在又去干农活了，去种油菜。在农村就是闲不下来的。住在这种山村里面的村民非常淳朴，也非常热情。像这种牙居在各个山区里面可能还会有，但是慢慢的也会消失不见，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出去闯荡了，只剩下这些中老年人在家，那么后面这些牙居就慢慢的会消失。